互相都是双赢的这么一个局面。然后对于刚刚进来的这些观众，可能不知道应亮导演之前是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影视制作专业，然后之后又在重庆大学读导演系专业毕业，是科班出身的中国独立导演。然后我还知道您在北师大读书的时候和宁浩导演是同学。然后，所以我想问一下，就是同样教育出来的这个同学作者，对于拍中国独立导演，因为宁浩导演也是拍中小成本电影，对于这个拍影片的这个思路问题有什么不同或者相近？我觉得特别说明我们学校的教育很成功吧。然后尽管这个学校由于它是成人教育的性质，而国家的政策有改变，以至于现在已经没了。因为它应该是93年还是94年开始办啊，93年开始办啊，然后不断的在出现一些加入到独立电影制作领域里面的导演，比如说我前面的彭涛、拍雪蝉的，之后的韩杰、杨景，是这样一系列的人啊，也有进入工业环境。像宁浩也是这样的，进入工业环境也做得不错的人。那么，但是很可惜，跟学校没有。跟学校的情况是，在教法上面特别的全面。希望我们能够从观察生活开始，到了编写剧本啊，然后拍摄、摄影、导演、控制表演、控制演员、剪辑各方面都能够一个人把它做完，用一个小团体的方式就能做完。那所以说给了我们很多知识和独立制作的能力吧。那么没有太大不同吧，我觉得，如果有不同的话呢，只是比如说我和某些同学之间是一种个人取向的不同，就是说兴趣爱好啊，或者说对电影的认识稍有不同吧。其实也不存在我跟某一个同学之间有太大差别，就跟很多每个导演或者说每个作者都是个体吧，就是他们选择一个方向或者选择一个工作方法，就是一个个人取向，就跟找一个大学毕业找一个工作没有太大的差别，就是这样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还知道您是重庆有一个民间映画展，然后主要组织者之一。然后您在09年的重庆民间映画展上说了一句话，就是中国的剧情片分别于中国的纪录片，中国的剧情片作者将来前途是不光明的，然后是选择是非常少的。然后我想知道您对这句话怎么解释？然后另外就是为什么中国剧情片和纪录片然后有两种不同的状态？我说的剧情片主要指的是地下剧情片。地下剧情片的意思是，就是说没有那个龙标的剧情片，没有通过审查的。那么我们的电影局的官员会经常在会议上说，我虽然没有亲耳听过，但是看过文字，会说那个坚持私人表达和只拍自己的，不跟观众交流的青年导演们没有前途，死路一条。然后我原来以为这只是中国的这个官员说的话，然后3月份很偶然的跑了一趟吉隆坡，然后那边有一个活动，是个中国独立电影活动，居然请了马来西亚的一个电影局的局长还是董事，然后他在会议上说的话是一样的，因为大家可能知道马来西亚有很多独立导演吧，然后很年轻，有一批人，然后也跟大陆的这些导演的状态差不多，然后那个长官就在上面一样的说法，说没有前途，没有希望。然后我说没有前途，没有希望，跟他们肯定是不一样的。我是出于一种坦率的说法，就是说或者说你如果决心要做这个事情的话，要有一个比较大的付出的准备。然后有一些人会经常在问问题的时候问到你是怎么坚持的呀，或者说你拍独立电影，尤其是剧情片有多少困难啊？一般我的回答是没有困难。
然后因为做了自己的选择嘛，这种选择是我前面也提到过是私人或者说个人的一个选择，就是我可以选择工业化环境，也可以选择非工业化环境。那我选择的现在的这样一条路的话，有任何的后果和困难是应该去自己承受的。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，就没有什么可抱怨的，也不存在坚持。如果有所谓坚持的话，那就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需要努着劲去做、去完成的一件事情，就不愉快了。如果不愉快的，一个人不愉快的人做一件不愉快的事，大家就可以早早的放弃嘛。你看大家在这边玩上网啊，玩那个苹果笔记本都很愉快。如果在这边玩苹果的时候是特难受的，就比如说像我有的时候觉得苹果界面啊、图标什么特小，然后快捷键都记不住，操作起来挺别扭的，那我会放弃使用啊，对吧？那么一样的一回事儿，拍独立电影和玩苹果电脑是一回事儿，是一个自己的兴趣。然后我玩的不舒服的人，我就会跟他说，那你就别抱太大希望，玩自己想玩的吧 ，PC 啊，其他的都可以。那音亮导演本人是苹果的用户吗？抱歉，我不是，因为没有那么多经费，相对来说还是太豪华了。就像我片子在这儿放的是一次对我来说已经是一次很豪华的放映。好的，那我们讨论到现在，然后您愿意和我们这个观众分享一下您的这个片子的片花？然后让大家欣赏一下。好，已经在放，一直在放。所以现在放映的是您的哪一部片子？这个是另一半的片花，是2006年拍的，是跟女性权益保障有关的影片吧。是部剧情片。好，大家刚刚看到的是音亮导演另一半长篇剧情的这个片花。另一半这部作品获得了4部国际大奖，对吧？然后包括韩国泉州的这个电影节最高奖。然后接下来。